这里是中国李庄，长江上游，四川宜宾的李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国的文教机构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内迁。经历了多次日军的轰炸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，寻一方平静之地，容一张治学的书桌。同大千川，李庄欢迎，一切需要地方供给。李庄的乡绅与乡民以16字电文对同济大学发出了盛情邀请，腾出了庙宇祠堂，请出了佛像和祖先牌位。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仅3000余人的李庄，接纳了12000余人的文化后方，更有10余万册图书、数千件珍贵文物，陆陆续续、浩浩荡荡搬迁至此。才到李庄，爹爹就又去了重庆。妈妈病了，一天比一天厉害，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，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，日子很难。爹，你为什么还不来？慧音，怎么才回来？这一趟走了2个多月。我收到你生病的信，担心坏了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这次在重庆，事情办得不顺利，非常时期嘛，国立机构尚且很难筹到经费。何况营造学社这样的私立单位呢？这奔走了这么久，怎么着也会有点动静。其实这趟，我不光去了重庆，我还去了趟成都。你见着3弟了？14号，日本飞机轰炸了成都。林恒在这次战斗中受了伤。严重吗？他牺牲了。几年后，林徽因写下一首诗：弟弟，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，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。简单的，你给了；这冷酷简单的壮烈，是时代的诗。这沉默的光荣，是你。中国还要向前，黑夜在等天亮。你曾经问我，在李庄这个偏远小镇，我们是否可以远离战争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今天的中国，没有人能够远离战争。
该打针了。你真把自己当梁大夫了？可不止，我现在自学下策，能顶一个老农。你就别说了，这第一批种下去的6棵西红柿苗全军覆没。哎，给乡亲们的那些怎么样了？那些倒是挂果了，等熟了我就把它讨过来，给你补充点维他命。你还是先去帮我弄点能写信的信纸吧。你看看我这个，横的竖的，人家看我的信得多费劲，能填字的地方我都填满了。好说好说，你还需要什么？咱们家不还有这个吗？你可别，这派克笔当了也就算了，衣服当了也算了，表可不行啊，看不了时间，日子得过得一团糟。表还会有，你就一个。后来梁思成还是把表给当了，因为他不能让林徽因生着病饿肚子。在李庄，梁思成与林徽因相濡以沫的生活，成为了当时大多数学术伴侣的写照。失去过亲人，失去过健康，同时不得不面对谋生的捉襟见肘和锅碗瓢盆的琐碎日常。但他们从未失去面对苦难的风度，从未放下自己心心念念的学术事业。他们如残破而坚强的梁柱斗拱，彼此支撑。李庄的生活，因为多了些年轻的学子们，也多了一些生机。日子在继续，学术在继续，爱情也在继续。哎，走了，上课了。起来。不是，舞蹈班长，你怎么老这样，偏心眼儿啊你？人家培育近视，你也多贼呀，你不去后面谁去后面？哎，好，好，别闹话。孟超，马上就要选专业了，我要学医，你呢？我选工科。我这双手从小就干活，手巧。握手术刀也需要一双巧手啊。你是不是还是觉得咱们两个在一个班最好？吴孟超，裴玉，裴玉，我是经过考虑的。学工能制造飞机大炮，能修铁路、铺公路、建港口码头，能让炮弹打出去，也能让粮食运进来，让机器响起来，让谁都不能再欺负咱们。等咱们打赢了，学工还能建房子，敌人怎么炸毁的，咱们再重新建起来。可我觉得我们应该再考虑的更多一些。工业固然能救国，难道学医就不可以吗？就像你说的，这场仗我们一定会打赢的。可是要怎么打赢？飞机大炮不也得靠人吗？人如果活不下去，那还有其他的吗？当初你刚回国，就在昆明得了痢疾，差点死掉。要不是同济医学院的大夫们救了你，咱们还能坐在这儿选专业吗？你是班长，一路上你照顾着大家，那么细心，又那么有耐心，你多适合当一个大夫啊！马脚瘟，一个今天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疾病，在当年的李庄和川南地区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，致死率高，发病原因不得而知。同济大学医学院经过调查会诊，终于攻克了这个怪病。百姓敲锣打鼓，舞龙庆贺，众多同济学子深受鼓舞。
飞跃，我想好了，你说的对，生命是最可贵的，有人才有一切。未来的武大夫，那咱们就一起学医，一起救人吧。我差点忘了，林徽因跟梁思成先生喊我去帮忙画图呢，没准儿就能给你赚一块糖吃。快去吧。那我去了。那些年，李庄的这群年轻人怀抱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未来生活的期待，去相知，去励志。很多年后，在李庄生活过的学者及学生中，有40多人成为了新中国各学科奠基人及两院院士，其中就有这位立志学医的男同学，后来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。而那位女同学吴佩玉，也成为了著名的妇产科医生，并且她成为了吴孟超的妻子，两人相伴相守一生。哎，小曲，又去找陆先生讨教学问呢？当然，陆先生饱读诗书，是10余所的才子，学问可深着呢。陆先生，陆先生在研究陶渊明。是呀，似淡而实美，外枯而中高，越读越有味道。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李庄是你的桃花源吗？不，李庄是我的战场。咱们中央博物院的李济先生就是这样说的。李济先生说，咱们现在是抗日救国，敌人的强不专在某一个方面，咱们的兵与敌国的兵对抗，农与农对抗，工与工抗，商与商抗。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？要问，就问我们自己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？你说，这是避世的桃花源吗？现在日本人侵略我们，不光是要占我们的土地，还要夺我们的文化，所以我们更得整理好这些文化，保护好这些文化，让所有人都看到，这是咱们中国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来自外乡的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陆清丽与李庄乡绅的女儿罗小渠，因为共同的精神追求走到了一起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无论是外乡人还是本乡人，所有人都相信，文化不亡，中国就不会亡。你笑什么？我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做我们的工作而高兴。你不能再看了，得休息。这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，五台山佛光寺，应县木塔，还有西康雅安高一阙。这一梁一柱，都是你、我，还有营造学社所有成员1笔1画记下的。但战争爆发后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揪心，都放不下。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完好，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人照顾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我们留存在天津的那批档案，一场天灾荡然无存。更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否只会剩下这一张图，留存在这本书里。
所以我们才要研究自己的建筑，所以我们才要有自己的建筑史。测绘档案被大水淹了，我们重新画，重新复原。这些祖先们留下的智慧，要被记录下来，要让全世界的人看见。这才是中国建筑史这部书的意义。别看了，先休息。思成，别放弃，放弃了，我们就什么都没了。妈妈，爹爹这些天旧伤又犯了，背好像更弯了。在咱们中国的古建筑里，一直都有坚强的梁柱，只要梁柱挺住，房子就不会塌。1945年8月14日，七夕节，长江在李庄身边静静流淌。这是一个没有浪漫烟火的夜晚。李庄的人们，在简陋的屋檐下，在摇曳的油灯旁，许下了他们最深沉的愿望。孟超，生了以后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来一盘鱼香肉丝，然后大醉一场。我说的是以后。当然是当一名好大夫了。等胜利了，我能早日整理完唐以前的诗歌，编纂成书。此愿完成，便此生无憾矣。先生们都说，此书堪就，君必名动天下。可是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已经成功了。妈妈，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是胜利吧？那胜利之后呢？